一架从希腊首都雅典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客机，周日迫降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随后，机上一名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被逮捕带走。此事在国际社会引发持续震动。西方舆论一面倒谴责这是国家资助的劫持，白俄罗斯则回击一些国家和组织毫无根据的各种指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并表示已准备邀请国际专家参与瑞安航空公司航班迫降事件调查。根据白俄罗斯官方的说法，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周日因炸弹威胁紧急降落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国际机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下达命令，允许该飞机降落，并命令白俄罗斯军方一架米格29战斗机紧急升空，对客机实施伴飞。白俄罗斯交通与运输部航空司负责人周一在发布会上向记者透露了此前一天明斯克机场收到瑞安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受炸弹威胁邮件的详细内容。邮件中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战士的口吻写道：“这架飞机有炸弹，如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炸弹将爆炸。”但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哈马斯发言人法兹巴尔胡姆之后否认该组织与白俄罗斯政府所声称的炸弹威胁有任何关联。白俄罗斯交通运输部航空局周一宣布，已经在国内成立了一个调查瑞安航空公司飞机降落明斯克机场情况委员会，有关情况将在不久的将来公布。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宣布，准备邀请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协等组织的国际专家参与调查，并已准备好提供与该事件有关的任何信息。白外交部发言人格拉兹同日表示，需要从安全的角度看待瑞安航空航班紧急降落事件。他称，明斯克的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格拉兹还表示，瑞安航空航班事件正在被政治化。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已经上升为一个新一轮的一个舆论战了，是这个白俄反对派和美欧、西方和这个白俄罗斯政府方面的一个变成一个这样的舆论战。因为现在西方国家、西方的这个媒体呢，是全面的占据了这个事件的主动和话语权。当然这个有没有效另说，他该回应还是要回应的。关于迫降，西方媒体与白俄罗斯官方的描述不尽相同。《纽约时报》的说法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派出一架战机拦截了一架在该国领空飞行的欧洲客机，并下令该飞机降落在明斯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更指控说，有关炸弹的安全警报是否为白俄罗斯当局捏造，现在已成为事件的核心。瑞安航空公司 CEO 称，迫降明斯克的航班上有白俄罗斯特工，这是国家资助的劫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透过发言人对瑞安航空的一架客机在白俄罗斯上空被迫降及随后机上白俄罗斯反对派普罗塔谢维奇被拘留一事表达深深的关切。发言人称，秘书长支持对这一令人不安事件进行全面、透明和独立调查的相关呼吁，并敦促所有相关行为人员及机构配合这一调查。欧盟方面周一就事件召见白俄罗斯驻欧盟大使米赫涅维奇，称白俄罗斯当局的行为不可接受。欧盟当晚宣布，将采取必要措施，禁止来自白俄罗斯的航班进入其领空，并将禁止白俄罗斯的航班使用欧盟境内的机场。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北欧航空公司也宣布，旗下航班不会飞越白俄罗斯领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责白俄罗斯劫持客机是不可接受的，指欧盟会制裁涉事人员。This is an attack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is is an attack on European sovereignty.And this outrageous behavior needs a strong answer. 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白宫网站发表声明表示，白俄罗斯的做法是对国际准则的直接侮辱，将与各方共同呼吁对此事进行国际调查，以查明全部事实。同时，欢迎欧盟采取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和其他措施。拜登表示，美国将与欧盟、其他盟国以及国际组织密切协调，制定适当的方案，以追究责任人的责任。This was a shocking act, diverting a flight between two EU member states for the apparent purpose of arresting a journalist. It constitutes a brazen affron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by the regime. We demand an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transparent, and credible investigation of this incident. 周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目前该事件事实上不清楚，在了解事实和真相之前，各方应保持克制，避免事态升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拒绝评论该事件。他说，应当对瑞安航空公司客机降落明斯克的情况做出合理评估，而不应当抢着谴责或者支持哪一方。
俄外长拉夫罗夫也称不赞成仓促表态，而是根据现有所有资料评估这一局势，特别是考虑白俄罗斯外交部官员做出的详细声明。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在脸书上表示，西方国家关于这起事件的说法令人惊讶。自当年应美国要求让玻利维亚时任总统的专机被迫降落奥地利之后，就不应该对有类似行为者感到震惊了。网络记录了所有实施暴力绑架、强迫降落和非法逮捕的事件。扎哈罗娃所指的是2013年7月，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对从莫斯科回国的莫拉莱斯的专机关闭空域，飞机迫降维也纳。欧洲国家称，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或藏身机上。莫拉莱斯的总统专机被搜查，但斯诺登并未被找到，飞机被允许继续飞行。此事引起拉美国家的集体愤怒。事后，几个欧洲国家外交部门向莫拉莱斯道歉。但当今日俄罗斯记者在周一的白宫记者会上问及此事，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拒绝将白俄罗斯下令客机转飞事件与2013年莫拉莱斯专机迫降事件做对比，仅避开问题，简单回答了一句：“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伙伴进行合作，其他无可奉告。”俄媒还挖出更多先例。2004年，美国强迫俄罗斯前第一副财长瓦维洛夫的私人飞机降落在棕榈滩机场，并对瓦维洛夫进行了数小时的审讯。2012年，土耳其出动战机，使直飞莫斯科大马士革航线的一架飞机迫降，土方对飞机进行了搜查，并扣押了机上货物。2016年，白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一架客机被乌克兰政府迫降，目的是抓捕乘坐该航班的乌克兰的反暴力活动者马尔季罗相。几个小时后，乌克兰安全局释放了这名乘客。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向白俄罗斯总统道歉。俄外交部的评论指，上述所有行动均系有意为之，并且违反了国际法。西方国家对这些事件几乎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没有一个肇事者因此受到惩罚。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周一也对记者表示，欧洲议会议员对瑞安航空公司航班紧急降落事件所表现出的反应，暴露了西方的双重标准。西方干过不止一次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激起什么反应呢？这个很明显，因为媒体不报道这个事情嘛。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最近白俄这个事情，显然也是西方那个有意的在放大，有意的在炒作这个事情。而作为事件中的焦点人物，被白俄罗斯方面逮捕的反对派人士普罗塔谢维奇，则通过一段视频透露自己身体健康，将配合调查，并承认自己曾组织大型抗议活动。Добрый день, меня зовут Роман Протасевич. Вчера я был задержан сотрудниками МВД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Минск. Сейчас я нахожусь в СИЗО номер 1 города Минска. Могу заявить, что никаких проблем со здоровьем, в том числе с сердцем или с какими-либо другими органами, у меня нет. Отношен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ко мне максимально. 过去几年来，普罗塔谢维奇在立陶宛流亡。据俄塔社周一报道，普罗塔谢维奇是白俄罗斯著名的反政府网站创始人之一。去年11月，他被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列入恐怖分子名单，并被列入国际通缉名单。警方对他提起了刑事诉讼，指控罪名包括煽动仇恨和组织大规模骚乱等。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助理研究员康杰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虽然外界普遍认为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铁杆盟友，在经济和安全方面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但实际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年来一直在推进与欧洲和俄罗斯的等距外交，并取得不错的成效。但去年的大选后，白俄罗斯内部的反对派在西方的支持下企图发动颜色革命，尽管未能成功，但却让白俄罗斯和西方，尤其是欧洲方面的关系一落千丈。而此次客机迫降事件也可被视为去年颜色革命引发的白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延伸。这个普塔谢维奇呢，实际上他也是这个整个的，他是整个去年这场颜色革命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控制的这个人，实际上就可以获取去年这场颜色革命的背后的整个的这些真相，就是西方，特别是波兰、立陶宛是怎么样支持这些反对派去把白俄罗斯搞乱的，就背后的利益链条和资金链条是什么，等等等等。康杰认为，欧盟威胁将发动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及其家人和伙伴的新一轮制裁，但这不会让白俄罗斯方面服软，只会使得双方的博弈长期化。对于欧洲来说呢，它
在去年那样一个把这个事情炒得那样大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完完整整的把卢卡申科赶下台。他现在他就是即使利用更多的制裁手段，他也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这样一种目标。所以说，双方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的僵持的这个状态，关系上的长期僵持还会继续下去。